不好意思，来晚了，耽误大家时间了。请坐。程队长，程队长也在啊。听说程队长昨天抓了一个共党分子，叫赵啥来着？啊，吕总，叫赵玉堂。哦，赵玉堂。周特派员不是要拿这个赵玉堂3堂会审吗？人呢？这个王旅长有所不知，赵玉堂昨天在围剿共党游击队的时候被打死了。应该说，是被共党给灭口。共党果真是来势凶猛啊！旅长所言极是。所以对于我们来讲，迫切需要精诚团结，携手对付共党逆匪，迅速查清藏在我们身边的奸细。周特派员有何高见呢？谈不上什么高见，但是有几个疑点，确实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王旅长，那我就好。在座的诸位也都清楚，这批武器是夹带在德国博远公司运往贵部的采矿设备当中运进来的。而在我们获得情报之后，共党居然掌握我们的布防计划，又巧妙地在中途悄悄地把这批武器给接走了。这是疑点一。疑点二，共党是如何掌握东北军与德国博远公司的此次合作，又是如何知道这批设备的具体发出时间和详情的？很显然，在17旅的内部有共党的奸细，打着商务合作的旗号，暗中帮着共党阻止我们的劫杀计划。你说的什么话？什么叫打着商贸合作的旗号暗中支持共党？旅长，他这是埋汰咱们17旅呢！哎，我先声明啊，我不是针对17旅，只是就事论事。我这么说，也是经过调查。我有2句话要说。刚才周先生和警察署的这位先生说的话，我有几点不同的看法。这位是？本人是17旅后勤科上尉科长常卫国。好，常科长，请继续。仅凭这次商务合作，就把共党奸细的帽子扣在我们17旅的头上，本人觉得大不妥。在座的都清楚，17旅和德国博远公司开发的烙铁矿项目是得到东北军司令部授权的，因为是商务合作，这批设备的运输是通过地方铁路运到此地。据我们了解，这趟列车一共有8节车厢，说武器一定藏在我们装有设备的车厢里，这纯属主观臆断。为什么不会在另外的6节车厢呢？我想，既然要清查省诉，地方警署是不是应该把另外6节有关的人员都好好查查？为什么单单抓住我们17旅不放呢？我抓到的共党分子赵玉堂，是绥芬河地下组织的负责人，他掌握着这批武器的核心机密。据他交代，这批武器确实藏在了贵部运送设备的洞333号车厢里。赵玉堂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死人的话怎么对证？既然死无对证，这么大的帽子扣在我们东北军身上，不大合适吧？对啊，今天得把话说明白，凭什么说共党的奸细就在我们17旅内部啊？你南京政府的人有什么权利来我们17旅抓共党分子？凭什么把脏水往我们东北军身上泼呀？就是啊，对啊，你哪儿？一个一个说，注意点措辞。去找一辆金顶的马车，找到了立刻回来通知我。记着，千万别轻举妄动。去。是。你们几个跟着我去，你们跟我走。走。
诸位，大家呢刚才也吵得差不多了，那我来说两句啊。刚才周先生和程队长所说的所有的话呢，言辞确凿，客观上把所有的疑点全部都集中在我们17旅的身上。其实这也不奇怪啊，谁让共产党的这批武器和我们的设备运到了一趟车上呢？但是据我所知呢，就在这批货物到达的前一天晚上，程队长就已经派人在货场秘密布防了，而本人也是当天晚上才知道的，是不是啊，程队长？所以说啊，向共产党泄密这件事情，显然说不过去啊。至于你们刚才所说的这批武器是藏在装有我们设备的车厢里面，我想说的是，就在这批设备到达的当天，旅座就责成我跟博远公司的工程师对这批设备进行了仔细的搜查，没有发现任何的疑点，而且我还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这批设备的原包装就是在德国进行的。至于你们刚才所说的这批武器是藏在装有我们设备的车厢里，似乎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吧？因为这批设备的原包装它是完好无损的呀。这一点也很好证明。在武器丢失的当天，我的人就立即赶往五站仓库进行调查。仓库管理员证明，这个033号车厢确实在中途被人动过手脚，这足以证明那批武器就是藏在贵部的那些设备里。按照周特派员的说法，于情于理，我17旅是逃脱不了干系了。我王德彪不是护犊子的人，你说武器藏在这批运输设备的车厢里，你的人也去查过了，总得给我拿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吧？要么人证，要么物证。对，王旅长说的对。刚才大家说了半天，可以说是各抒己见，甚至在言辞上都有些激动。其实，在孙木看来啊，大家在联合剿共这个问题上还是统一的嘛，是吧？只不过是我们在清查共党奸细这个问题上要慎之又慎。我们不能光靠这个猜测呀、推理呀，这样下去很难辨别真伪，是吧？那办案你总要讲证据嘛。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稍有不慎，那不但让真正的共党分子钻了空子，那还伤了彼此之间的和气，是吧？署长这番话分明是和稀泥，倒是谁也不得罪。这不是什么得罪谁不得罪谁的事儿，铁长。你也是老警察了，你办案你总要讲证据吧？这起码的常识你总该知道吧？你证据在哪儿呢？对啊，空口无凭，你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就是诬陷，就是别有用心。我有证据。宋小姐，王旅长，宋姐，你怎么从医院里出来了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们不是要证据吗？他可以证明。这人谁啊？你来告诉他们。我是5站货运仓库管理员。那天44874次列车到达本站时，经过我们检查，发现动333号车厢确实在中途被人动过手脚。有什么证据吗？我们在核对货运单时，发现动333号车厢铅封不见了。各位长官，你们有所不知，我每节车厢都有铅封，铅封的号码和货运单的号码是相对应的。这位倪长官让我把动333号车厢和动334号车厢货运单和铅封交给他了，而动333号车厢货运单在，铅封不见了。这铅封不见了，又能说明什么呢？
这的确不能说明什么。宋小姐，你有所不知，这趟火车是从哈尔滨出发的，一路经历了很多站点，货物也是沿途装卸的。铅封不见了也属正常。宋小姐是不是小题大做了？小题大做。本人为了证明这一切都是人为所致，亲自去了一趟西郊货场，对4487次列车的每一节车厢都进行了检查，唯独动333号车厢的铅封不翼而飞。这完全可以证明，这节车厢在中途被人撬开过，而这些武器也正是在那个时候被人劫走的。据我所知啊，程队长在前天就已经得到了这批武器的确切消息，而且对这趟货车进行了严加的看管。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吧？我想，是不是你们警察署内部出现了什么共党奸细，来策应这次行动？是不是啊，程队长？严副本，你这是血口喷人。那程队长有没有更好的解释啊？当然有。诸位大多都是本地人，应该知道，在中东铁路上，盗贼飞车盗货的情况时有发生。这些飞车贼个个身怀绝技，即使是在火车高速行驶的情况下，也能探囊取物。那依宋小姐的意思是飞车大盗干的了，那更应该问责警署，而不是来刁难我17旅。这正是我要说的。飞车大盗能做到的，共党分子照样能做到。宋小姐，你以为你说书呢？我倒有兴趣听宋小姐分析一下，共党分子是如何像飞车大盗一样，在中途劫走了这批武器。情况应该是这样的。是在得到消息，警察已经封锁了西郊货场3号库之后，临时决定迎着赶往绥芬河的列车，在中途下手。不错，我仔细检查和询问了当天列车行驶的时间和速度，通过了对里程还有每一个站点停靠的时间测算，找到了交汇处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共党应该是在列车离开马河桥站之后劫走了武器。宋小姐讲得惟妙惟肖，如同金地，比这茶馆里说书的不知道精彩多少。只是没有讲到这批武器去了哪儿。队长，
根据我的情报，那批武器被连夜送到了五华山游击队的驻地。哦，听说程队长昨天进山围剿游击队，找到那批武器了吗？这不是还是在说书吗？好了，我就不细究了。即便是像宋小姐说的那样，共产党像飞贼一样劫走了那批武器，可这和我17旅有啥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。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列火车共有8节车厢，为什么共党的武器偏偏就藏在了贵部运送设备的这些车厢里呢？丢失的铅封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。程其山，你这车轱辘话说的有完没完啊？我要的是证据，实实在在的证据。吕作说的没错，我们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证据。这个铅封最多也只能证明，这批武器是藏在装有设备的车厢里，这跟我们17旅好像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吧？严副官，偶然之中一定有着必然的联系。不知道王旅长对此有何见教啊？我王德彪言出必行。既然17旅和共党的这批武器扯上了关系，本人绝不姑息，定会一查到底。只是17旅上上下下几千人，怎么个查法？很简单，凡是这次参与和德国博远公司合作的人，不管是谁，一律接受秘密审查，一个也不放过。听程队长的口气，要在我17旅的军营里升堂问审不成？你打算怎么个审法？旅长，为了清除我们内部的共党分子，非常时期，得用上一些特殊手段。哼，特殊手段？难道你要对我的人言行拷问？别忘了，这是在17旅，就是查也轮不到你小小的警察署，更轮不到你程其山。吕作息怒，刚才孙署长已经讲过了，在联合剿共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。眼下当务之急是肃清内患，我想就不必过分苛求和计较个人感情了吧？这不单单是个人感情问题，别说是警察署，就是你周特派员要查，在我王德彪的地面上也得讲点分寸。毕竟我东北军还没有归属南京政府，我只听从总司令的差遣。王德彪，你别总是口口声声拿联合统一尚未形成当说辞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张学良将军和蒋委员长在鄙人启程之时，已经就联盟之事达成共识，东北易帜指日可待。到了那一天，你的部队也会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。你这个新人，在我这个老人面前，是不是也该讲究讲究分寸啊？好啊，老人家，等那天到了再说吧。宋姐，宋姐，来人，把他送卫生所去。周特派员，三方会议也开过了，
谈了半天也没谈出个子丑寅卯来，我看散了吧。如果坚持怀疑我17旅内部有共党内应，请拿出证据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一查到底，绝不姑息。报告，进来。报告旅长，司令部情报室江承栋主任在旅部等您。江主任带来几个人？随行的有7、8个人，应该是刚下火车。好了，今天这会就开到这儿吧。抓活的。白豆儿，我给带什么来了？哟呵，哎呀，太好了！哎，正好那新来的厨子在灶房里面炖肉呢。我说怎么有股香味儿？哎，还有这个，沈老板给你拿的火腿，你给人倒了。走。你妈本呢？给我掏出来！是。那批武器都安置好了吗？呐，都埋在城外土地庙下面了。吴同志，咱啥时候行动啊？咱们现在就等9号首长入境以后，咱们和上级派来的同志接上头以后，就什么都清楚了。我们现在任务很明确，就是化妆成押送人员，武装护送那批装有古董的列车，到时候利用军用专线把9号首长送出绥芬河。眼下你们需要做的是，
利用现在的身份，尽快熟悉这条军用专线，包括专列的具体发车和装车的细节，还有机组人员的配置情况，包括列车行驶的速度及中间停靠的时间和地点等等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好。江主任，哦，哎呀，江主任远道而来，也不跟我打声招呼，我好到车站去亲自接你去。哎呀，王旅长客气了，那些个繁文缛节就省了吧。这是司令部的公函。江主任，哦，我该称您为江督察呀，请坐。这个南京特派员真是下足了功夫啊！总司令的电令昨天刚到，江督察就星夜兼程不期而至，这动静弄得有点大。王旅长此言差矣。此次江某人是奉了总司令的命令，亲自来督办和清查共党奸细一事，还望仁兄鼎力相助啊！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王旅长有所不知，即便没有南京方面的周先生通报和南京国防部对总司令施压，司令部方面也对此次共党9号人物的行踪十分重视。前天，哈尔滨警备团在一次对共党秘密组织的搜捕中，抓到了一名共党分子，从他的嘴里得到了重要情报，证实了南京方面的猜测。共党派出的高级特工确实频繁活动在绥芬河，执行秘密护送共党9号人物的任务，而暗中帮助他的，除了绥芬河的地下组织，还有一个代号叫壁虎的人。壁虎？是。据说这个人在绥芬河潜伏了多年，而我来之前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，昨天9号一行已到达海参崴，不日将进入绥芬河。既然如此，谁是壁虎？问问不就清楚了吗？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这个人对暗藏在我们内部的这个壁虎的情况也一无所知。那江主任此行的目的？司令部希望通过对这个9号人物的抓捕，向南京方面证实我东北军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决心和态度。这对未来的统一后我东北军在联合政府中的地位至关重要。而总司令对共产党在我内部的渗透也十分担忧，所以亲自派我来督办和配合南京方面的剿共行动，一定要挖出藏在我们内部的奸细。你的意思是，总司令也相信这个姓周的一派胡言，认为这个壁虎就藏在我们17旅？我知道王旅长对南京方面的人心存芥蒂，不愿意曲躬相和，但听我一句奉劝，现如今形势变了，苏俄对我东三省虎视眈眈，试图扶持共产党扩大武装力量，联合对抗南京政府和蒋委员长。一旦点燃了战火，镇守在我东三省宝地的我东北军将首当其冲，形势不容乐观呐。在这个时候，总司令不愿意听到他的麾下出现不和谐的声音，更不愿意看到共产党把手伸到我东北军内部。一旦查实，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军衔，曾经立过多少战功，一律格杀勿论。对渗透的共党如此，对包庇者也是如此。这可是总司令的原话。请转告总司令，我王德彪坚决服从总司令的命令，全力配合江督察，
清查共党分子，一旦查出市区里有共党的奸细，不管是谁，绝不姑息。好。我看这样，为了避嫌，还是把清查工作交给周先生的密查组吧。他们和共党打交道的经验，比你我要老道得多。我们全力配合就是了。一切服从江督察的安排。亚茹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快躺下，也不要说话啊。亚茹，你做的非常好。哎呀，看到你受伤的样子，周叔心里难过呀。你知道，在这以前，周叔对你总是严厉有加。可是，在周叔心里，一直拿你当自己亲生女儿一样看待。我现在才知道，一个做父亲的，看着自己的女儿受伤躺在这里，唉，是何种心情啊！周叔，谢谢你。对了，那些证据对我们有帮助吗？亚茹，你不用担心这个，啊，不要说话。你呢，只管好好养伤，伤好了以后，还有很多事情在等着你做呢。我们要把病人转到医院，再进行下一步的治疗。您看现在能走吗？周叔，我不去医院了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，让浩天来接我回去吧。亚茹，听话，一切都要听医生的。啊，组长，你看你什么事儿慌里慌张的？组长，大力找到共党的电台了，而且他们还抓了一名谍报员。嗯？在什么地方？小王，到。旅长命令，通知团员以上的军官下午到旅部开会，把这个发出去。是。组长，就是他，从抓回来到现在，一句话也没说。这不是沈四娘店里的伙计站员吗？我们在搜查那辆马车的时候，发现马车里有个暗格，是用来装电台的。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我们几次捕捉到信号，就找不到电台的原因了。电台呢？被他砸了，密码本也被找走了。
他把密码本吞了。这个人很重要，他应该掌握共党这次任务的核心计划，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开口。放心吧，老师，我有办法让他开口。你说，怎么样？命令发出去了吧？交给我的事你还不放心啊？走吧，到我那儿坐会儿。啊？现在就去啊？李座还有事找我呢。想什么呢你？我说去我办公室。怎么，你来一趟通讯科，就只为传个旅长的手令吗？难道连陪人家说几句话的时间都没有吗？谁说的？我正有话跟你说呢。走。共产党人我见多了，我知道你们不怕死，这点皮肉之苦对你们来说算不了什么。你是不是想，只要什么都不说，大不了一死了之？那你太不了解我程其山了。张远，今儿咱玩点新鲜的。玉硕，你不是不住办公室吗？你怎么又搬过来了？这2天科里太忙了，我就把这儿当值班室了，所以顺带的住在这儿。哎，你这儿怎么又多了部电台啊？哦，这是一部值班电台。浩明，你刚刚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？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司令部派过来一个督察，说是要在咱们的旅清查内奸。这么说，莫非咱们旅部里真的有共产党，有可疑对象了吗？现在还不太好说，但是我听说要在咱们旅逐一排查。他查他的呗，反正你我都不是共产党。浩民，你怕吗？我怕什么呀？我又不是共产党。我现在唯一担心的，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牵扯到旅长跟我。能有什么事情会牵扯到你和旅长呢？于处，你还记得吗？上次我跟你说那件事情，我们跟江先生私底下做那笔军火生意。本来这笔生意呢，很少人知道，但是没想到给传出去了，而且还有人把这件事情跟共产党联系到一起了。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，如果这件事情让南京政府那几个人和江主任知道，不但这笔生意会泡汤，还会影响旅长的前程。那我能帮你做些什么？现在还不用。你说，你就记住，如果一旦有任何人问起我跟江先生私底下有没有来往过，你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知道了。浩民，你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我没事了，你放心。但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个韩炳义，这个人老是阴魂不散的。还有啊，你说，你记住了，你自己一定要当心，一定要提防这个人。我知道了。什么时候又跑出去了？山楂树果实了山岗，红梅花儿在开。
河水静静地流淌，好像回到美好时光。举杯遥望那月亮，何时才能回家乡？琴声多悠扬，歌声多嘹亮，这是个要告别的晚上。为什么要忧伤？为什么要绝望？热的泪已充满眼眶。好兄弟，手挽手醉一场。为什么要忧伤？为什么要彷徨？热的血已充满胸膛，干了这杯酒，才把酒满上。好兄弟，站起来！